说好了，你要来看我的。可我现在还没回到青田老家，你就要先跑了。去哪儿啊？凤阳。凤阳。夫子啊，朱皇帝的经比和尚念的好啊。和尚要去皇觉寺挂单，再好好修修佛力。啊，还是不死心啊！我不劝你了，我也劝不动你。此地一别，我祝你心想事不成。多谢夫子吉言啊！夫子也多多保重，就此告别。哎，夫子，保重。快洗手。哎，洗完手来吃我做的麻油豆腐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时候不早了，殿下饿了吧？快过来吃饭。好。哎，今天这菜怎么都这么素呀？陛下既然要殿下去做百户，殿下自然就要有个百户的样子。至于臣妾，殿下是亲王，臣妾便是王妃。殿下如今是百户，那臣妾就是殿下的百户妻。粗茶淡饭，不知道殿下会不会吃得不习惯？这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当初我跟着岳父打仗的时候，能有吃的就不错了。哎，我这次一去，恐怕要有些日子才能回来。你在京师，臣妾已向母后请了旨，这一回，臣妾与殿下同去。同去？嗯。王妃，这次本王去凤阳，可是当一个屯田的小卒。你若同去，那又如何？臣妾刚说过了，殿下是百户，臣妾就做殿下的百户妻。既然是百户妻，那自然就要有个百户妻的样子。殿下是不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？臣妾斗胆问一句，殿下是不能讲，还是不想讲？不能。臣妾谢殿下。谢我？殿下若是不想告诉臣妾，那便是说，殿下仍将臣妾视作外人。殿下若是不能讲，那便是说，殿下已将臣妾视作自己的妻子。臣妾敏感无内。多谢王妃。快吃。
找我。哎，大人，这是你们百户所新来的百户朱四郎，你还跟原来一样，接着当你的总旗。大人，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要升职百户的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该干嘛干嘛去。初来乍到，张总旗。给我走。请问这位兄台，阎王殿下，铁血。仅于亲军都指挥使司，是百户，丰阳府怀远县知县铁铉，参见指挥副使。这雨下的也太大了，掉下来！现在怎么办？那边有没有什么对策？快点！只能先等雨停了。快点！你先回去吧。好，抓紧！怎么又停了？回大人，河图说连日大雨，前面的土坝子塌陷，河道堵了。那还不从速疏浚？我们这是去北平的军粮，再有10日就误期了。雨太大了，上不了工啊，须得等雨停了，地方上的老爷才能征募民夫下河清淤，少说也要等上3、5个月。大将军的军令，1个时辰都等不得，3、5个月，那时候我们都是死人了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来，拿着。好，拿好。让我拿这个。快点啊！今年有粮食吃了。拿好。来，我拿这个。好，兄弟们都加把劲儿，来加把劲啊！好，来，给你，这，一会儿给我。等这批粮食今天入了库，这个冬天我们就不愁粮食吃了。加把劲啊！动手快点，来。猿人来了！猿人来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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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传令下去，召集所有的兵丁，精壮的编成军，老弱的送回北平。再有，屯田来不及收割的，尽数焚毁。北平全城戒严，派精兵把守城门和各个要道。口令1日3换。凡是擅自闯入者，立斩。是。慢。
传令下去，卫所军士，凡父子兄弟聚在军中者，许须择一人为戍北平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将军，大将军，铁骨狼牙，袁仁军那边能用得了这种剑的，也只有阔阔的贴身侍卫。走。撤！撤！北平承宣布政使司右参政王志，见过大将军。免礼。王参政，大将军，你是管督粮道的。本将军问你，这城里的粮食还够支撑几个月？回大将军，若按诸位3分戍守、7分屯田的规矩，原本还够6月之用。如今袁人进犯，按照大将军的军令，已有数万屯兵改为戍卒，日常衣食都得按战时备用。要是漕粮再运不过来，再过3个月，城中仓廪就要见底了。王参政，大将军，现在那些空着的粮仓，要派人打扫、维护、养护好。不要因为没有粮食就把它荒废了。过些日子，南边的粮食就到了。如果粮仓出现纰漏，本帅可要唯你是问了。是。可，大将军，南边的粮食漕运不是断了吗？这是军务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回将军，江南的粮到北平，若是走不了漕运，便只能走陆路。陆路、水路损耗不同，粮食到了之后，晾晒的日子也不同。下官若是不问清楚，又如何接粮呢？朝廷下诏了。令山东、河南数省改由陆路运粮食，2月之内，南边的粮食就到了。你们这边就照此安排吧。是。给陛下上奏表吧。上奏表？是啊。昨天咱们刚刚说了。2个月之内就有粮食过来，缺了那么大的牛皮，咱又圆不了，那不只能求救于陛下了。等等，齐天德，你少咱们的，空口画大饼的那是你，这事儿你少给我扯去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军缺粮的消息。估计现在早已经摆在阔阔的案头上。是啊，又是他妈军司，不清楚，但我清楚，朝廷的底细，我军的虚实，阔阔他是了如指掌。本帅还清楚。再过2个月，如果没有粮草运过来，我军就有大麻烦了。陛下要孤今日过来，
就是想问问诸位，北平的军粮什么时候才能运上去？禀殿下，朝廷刚经历了一场大战，勋贵们亏空的粮食也被陛下赏给了当地的百姓，再加上豁免钱粮，户部的20所粮仓已有15所见了底。刚刚运往北平国库的那一批粮食，已是京仓的最后一批存粮，朝廷一时半会儿拿不出粮食了。苏松那边，胡下，天下财富半出苏松，江南的税赋原本就重，既要贴补军屯，又要支应军需，那儿又是张士诚的旧地，如果再加赋，百姓……运河呢？运河收军的怎么样了？禀殿下，运河淤塞已非一日，胡相10日前便已颁令，将送往北平的军粮改为赈粮，就地募集民夫，疏浚河道。可就算把所有的粮食都拿上，所募集的民工不过2万人，而要全部疏浚，当不下5万。朝廷若再拿不出钱粮，工部也难为无米之炊。王妃之前交代，说是平日里用的铜镜坏了，让我们留心。若是有上好的铜镜，便收了盛进来，请王妃品鉴。乌兰图雅，公主，赏他。是。赏。谢王妃，谢王妃。下去吧。你们也都下去吧。是。一番心血，总算没有白费。太好了，把明军尽数饿死才好。到时候大王会师南下，肯定所向披靡。早就不指望了，倒是你。以后这样的话少说些。这里毕竟是男人的京师，不是兄长的王帐。是。公主，查子来报，废去陆仲亨还有蓝玉的府上，近来也都多出了些生面孔。算上废去和陆仲亨，在进宫侯的府邸里，就都已布上了这人的眼线，连蓝玉这种削了爵位的人都没放过。这人怎么神通广大的？皇城罗族，走马承受，能如此行事的，在这南朝京畿，哪还有第2个人？进宫。驾。驾。海别。有宋一代，皇城司就素遭诟病，宫禁宿卫，刺探监察，权柄之重，臣僚侧目。你听说过检校吗？检校，你不知道也不奇怪，那是朱皇帝的探子团，咱们探马军司多年来的老对头。外则广布耳目，刺探群雄；内则窥视百官，察人阴私。朱皇帝几年前赐死的那个杨宪，当年便是检校的首脑。当年，那现在呢？朱皇帝登基前就把检校裁撤了。要当皇帝了，多少要比打天下时更在乎名声些。姑姑的意思是，朱皇帝是重设了检校。皇帝最不忍欺瞒。
黄承思再糜烂残刻，也从未见废。懦弱如赵家天子尚且如此，更何况当今在上朱重八，从来就不是个对大臣放得下心的皇帝。那姑姑打算怎么做？烧了北平的军屯，对着大明朝不过借选之计。要成累卵之危，屯碱之举，这颗君臣相宜的种子，不但要种下去，还要时常的松松土、浇浇水，让它早些抽芽才好。可这些日子，每天浸迷在这深宫之中，纵然有心，也实在难以施展开手脚。说你的办法。李景龙，李景龙，他回京后去了大都督府当值，参赞北县军务。可他毕竟是个外臣，招他入宫，还是要好好计较一番才好。其实也没那么麻烦。草原上的鹰，若是看到了地上的黄羊，那是每天都要来几次的。人也一样，心中有了惦念，总有按捺不住的时候。妹妹，见过姐姐。怎么没看见允文啊？读书去了。读书？刚才我在御马场见到了雄鹰，莫不是又跑了？没有，家父偶然微恙，便放了兄弟一天假。可也不能这么便宜了宇文呐。妹妹，秦王殿下那儿近来可有信来？信倒是常来，可那话说得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怎么？他说，陛下常说，皇家子弟要文武兼修，所以才让他去凤阳演武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，等将来我们有了子嗣，可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教育，千万不能被那些功臣子弟给比下去了。功臣子弟？曹国公世子李景龙文武兼资，是公侯里公认的新一代将种，又是咱们家里人。将来的秦王府世子，总不能连景龙也比不过吧？妹妹，快喝茶。你看这个做什么？臣妾是想看一看，然后再请父亲给雄鹰和宇文讲一讲。讲这个，你不是一直不让宇文习武的吗？殿下，臣妾是不让宇文习武，不是不让宇文知兵。说得好，不可习武，但不可不知兵。若是到了亲王都要拿剑自保的地步，那我大明朝……殿下慎言。你的主意啊，是好的，可你想过没有？岳丈大人学的是圣人之道，你让他教雄鹰允文兵法，那岂不是乱点鸳鸯谱？可惜啊，老四去了凤阳，不然的话，他是最好的人选。四弟，若是从自家亲戚中找，也不是没有别人。谁呀？殿下忘了，咱们家亲戚当中还有一个小将种。太子令，
古之师道，莫难言师。天子之师，尤为甚之。文，曹国公世子景龙，文武兼资。晋，大内诸皇孙，学业偏执，特命李景龙入宫，教育皇孙，盼尔正色善言，恪尽硕职。臣李景龙接令，谢太子殿下。那边，那边，表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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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熊鹰，表哥，表哥，北边的仗打得怎么样了？北边的仗啊，打得可精彩了。想听的话，回头表哥慢慢跟你说。嗯，现在就说嘛。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参见铁大人。今儿个都听你的。大人请。卢家幺妹，是朱家妹子呀！快来，快来！哎，来了。大妹，哎，卢家幺妹怎么了？大妹，你快回来！还能怎么啦？有心事呗。快回来！你说这幺妹和张武本来好好的，要说这张武也是，本来要升百户了，却让人给顶了。又说梦话，百户是你说说就能做的？张武要做了百户，这婚事啊，可就没这么多波折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年前呐，皇帝老子那些勋贵圈田占地，卢家老爹气不过，还要去应天告御状呢。可不曾想，竟折在半路了。哎，那跟幺妹和张武何事啊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看上张武的是卢家老爹，如今卢家是老大做了长辈，那能给咱们现在田地清还，卢家老大就是想用幺妹换几亩肥田。虽说是幺妹有情，张武有意，这就叫棒打鸳鸯。可怜呐！陈一九，在。清还西陇2亩肥田。谢大人。张百六，在。清还东陇4亩1分减田，铁搭2凤。谢大人。邱长武，在。代理里长，楼车更犁悉数点清，辅耕的黄牛莫要挑选啊！草民谢大人。朱四郎，在。拿着单据，带着他们去领东西。是。草民谢大人。陛下有诏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尔等去了凤阳，将那勋贵霸占的田亩，一一拨还百姓；寻不到原主的，交给那移民屯垦；若还有余，就拨给朕的军士。勋贵们欠的税，都着他们补足了，拿来给朕家乡的百姓。凤阳的钱粮，豁免3年，布告中外。闲时语文，臣等领旨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自把李佳吉送京师。是。哎，还没来得及问你，这个锦衣卫当的怎么样？回殿下，非常之事用非常之法，锦衣卫之胜，绝非正途。哼哼哼，好啊，打着各种旗号，在暗地里置产业，还有养娈童的。若不是设了这个锦衣卫，朕还真没想到，朕的这些大臣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哼。竟还搞出了这么多的花样来。父皇，非常之时可用非常之法。可这个锦衣卫，即便是父皇将来不裁撤，儿臣迟早会把它撤掉的。朝廷自有朝廷的理智，天下也自有天下的法度。小子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这话你留着吧。父皇，永嘉好，朱亮祖父子敢私通阔阔，来，这是天德还有你表哥给朕呈上来的密报。还说锦衣卫无用吗？看看吧，这就是朕的功臣。累县军粮一事，中书省已议了这么久，还没商量出个法子来吗？殿下，臣有一策，方可能解燃眉之急。就是用盐换粮食，让商人们把粮食运到天德那儿，拿粮食换盐引，再回来换盐。听上去倒是个法子。是个好法子不假，可要是用了这个法子，朝廷这几年的盐税就指望不上了。你说今后难免有个天灾啊，有个兵祸，朝廷该怎么办？就用这个法子吧。你想想啊，人家的孩子在边塞，为了老朱家的江山，拎着脑袋拼杀，老朱家万万没有让人饿肚子的道理。来人，在。宣太子。乡亲们，皇上有旨，行开中法，拿盐换粮了。乡亲们，皇上有旨，行开中法，拿盐换粮了。皇上有旨，行开中法，拿盐换粮喽。
来，给我拿个那个。胡金良，拦住！夫人小心！让开！把马拦住！这个人可真厉害！听你这意思，凤阳是没法开中了。凤阳离北疆太远了，运河淤塞，水路走不了，走路损耗又太高，得不偿失。再说了，这凤阳的粮食大多都是军屯，陛下旨意里说得很明白，军屯的粮食绝对不得开中。朝廷的岁数，光是两淮的盐税就占了20%。若是开中了，朝廷可是少了一大块进项。开中本身就是利弊共存，朝廷只要权衡得失即可。那你说说，通过开中，朝廷能得到什么？边疆静明。哦，殿下，朝廷为何要开中？一句话，北县缺粮。这开中之后，北县我军补给充足，以魏国公之能，臣敢断言，不消1年，必得大捷。好啊！哎，没想到你现在也精通识货之术。殿下，臣若是有这般本事，也用不着剃成秃子，从开封城里逃出来了。这都是听我师傅说的，臣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。你师傅？嗯。哎，这和尚也跑这儿来了。啊！这个老和尚不好好念经。殿下若是有空，不如好好想一想，怎么照顾好自己的下属。下属？我的？我今天在市集上见到了张武。张武，那小子。他在低声下气的求人买他的粮食。殿下素来喜读兵书，吴起水用的典故，就不用切再说了吧。哟，这不是咱百户大人吗？有何贵干呢？听说你在街上单臂拦京马，我想见识见识。小的只是一介草民，哪敢冒犯上官？还请百户大人恕罪。你若赢了，这就归你。